一位警察的妻子在回家路上遭遇袭击，凶手不顾多人在场，实施了一起残忍的犯罪事件。案发后，警方很快得到线索，仅仅10几分钟就将凶手缉拿归案。然而，要确定凶手的罪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不被公众所知的警局秘密被无情揭露，真相让所有人感到意外。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格里利。该市位于科州北部，距离丹佛大约54英里，人口约为18万人，是维尔德县的县治，也是该县最大的城市。主人公希瑟出生于1969年2月8日，他是科罗拉多州本地人，在一个幸福的4口之家长大。1991年7月，希瑟嫁给了大学同学格纳西奥。婚后，他们定居在距离家乡不远的格里利。希瑟在当地一家信用社找了份出纳的工作，而她的丈夫格纳西奥成为了格里利警局的一名缉毒警察。1997年，结婚近6年后，两人迎来了一个叫维多利亚的女儿。他们对女儿非常宠爱，给予了维多利亚优质的物质条件和和谐的生活氛围。在外人的眼里，他们是一个典型的幸福家庭。然而在2003年，一系列不幸的事情开始让这个家庭陷入危机。这年，希瑟的父亲因心脏病发作不幸离世，而他的母亲又在1周后被诊断出患上癌症，不久后也因病离开人世。接二连三的变故给希瑟的心理造成了严重影响，他整日沉浸在痛苦之中，难以自拔。由于长期的情绪低落和失眠问题，希瑟患上了抑郁症。这种精神疾病基本很难根治，通常需要服用药物才能控制症状。众所周知，抗抑郁药物会对身体产生一定副作用，但可能很多人不了解的是，其中一项是会影响夫妻生活。所以自从开始治疗以后，希瑟就对夫妻生活失去兴趣，大部分时间她和丈夫都睡在不同的卧室。一开始，格纳西奥还能理解妻子的难处，而希瑟也相信丈夫会陪伴她走出困境。但仅仅过了1年后，格纳西奥就违背了结婚誓言，与一名叫肖娜的女子建立了不正当关系。肖娜是格纳西奥的同事，当时在警局从事调度工作。她同样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丈夫尼尔森还是格里利警局的副警长，两人已经结婚近10年，共育有2个孩子。肖娜和格纳西奥的地下恋情是在部门合并以后才开始的。由于工作原因，他们需要经常联系，所以一来二去，两人就产生了好感。最初他们只是在警务系统上互相调情，直到2004年8月才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俗话说有1就有2，这种事情一旦开始就很难彻底结束。自从有了不正当关系以后，两人开始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他们几乎每天都在警局附近约会，出轨的事情也很快传遍了整个警局。尽管肖娜的丈夫尼尔森也在同一个部门工作，但作为警局的高层，没有人愿意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大约在约会的第3个月后，肖娜怀上了格纳西奥的孩子。原本她想生下这个孩子，但遭到了格纳西奥的强烈反对，因为格纳西奥只是为了寻求刺激，没打算和肖娜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他不想失去家庭和现有的一切，所以一直在劝说肖娜放弃孩子。最终，肖娜同意了格纳西奥的要求，这件事情以肖娜的妥协告终。怀孕风波度过以后，格纳西奥或许是良心发现，又或许是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决定离开肖娜，重新回归家庭。然而此时肖娜已经深深爱上了格纳西奥，她并不打算放弃这段地下恋情。肖娜以两人的亲密照片作为威胁，要求格纳西奥继续保持不正当关系，否则就会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妻子希瑟。格纳西奥为了不被妻子发现，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和肖娜继续约会。大约过了2年后，两人出轨的事情最终败露。起因是肖娜平时有写日记的习惯，她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与格纳西奥的约会经历和时间地点。这本日记被她的丈夫尼尔森无意间发现，尼尔森对此感到非常愤怒，于是就向肖娜提出了离婚。恢复单身后，肖娜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了。她经常和同事们炫耀与格纳西奥的关系，并且还产生了和格纳西奥组建家庭的想法。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肖娜在自己的腿上纹上了格纳西奥的名字，以表决心。另外，她还设法再次怀上了格纳西奥的孩子，准备进一步逼迫格纳西奥。这次肖娜没有听取格纳西奥的劝阻，执意生下了这个孩子。然而，也就是这个举动，让格纳西奥产生了彻底离开的想法。由于实在没有办法，格纳西奥为了避免肖娜威胁，主动向妻子坦白了这件事情。希瑟得知后，虽然感到非常难过，但念在多年的夫妻感情，她还是想给丈夫格纳西奥一次改过的机会。为此，希瑟提出了2个条件：第一，要去医院检查身体；第二，要和肖娜还有孩子彻底断绝关系。格纳西奥答应了这2个条件，并当着希瑟的面给肖娜打了分手电话。尽管格纳西奥已经在电话里说得非常坚决，但肖娜仍然感到有些不甘心。通话结束后，他给希瑟发了一张带有孩子照片的彩信，接着又给格纳西奥发送了好几条意味深长的信息。大致的内容是：你没有良心，我对你的忠诚没有了。曾经我爱你，信任你，但你却在玩弄我，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些信息并没有引起格纳西奥和希瑟的注意，他们认为肖娜只是在发泄不满，而肖娜在发送完短信后也意识到局面已经无法扭转，她要考虑自己的后路。作为一名单身母亲，肖娜很难承担抚养责任，于是她找到了前夫尼尔森帮忙。实际上，肖娜已经完全拿捏了尼尔森的心理，她知道尼尔森已经做了绝育手术，而且一直想再要一个孩子，于是就以孩子作为借口向尼尔森表达了复婚的想法。面对肖娜的苦苦哀求，尼尔森内心动摇了，最终他接受了肖娜和这个孩子，两人冰释前嫌，重新恢复了婚姻。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两家人都各自过着平静的生活，尽管中途也有过一些小摩擦，但都没有引起太大的问题。然而就在所有人以为这场闹剧已经彻底结束时，悲剧发生了。2007年1月23日，一个寒冷的周二傍晚，希瑟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正和几位同事前往停车场，准备开车回家。当他们一行人来到停车场后，一名身穿黑色长袍、手持格洛克手枪的陌生人突然从对面冲了出来。这名陌生人用枪指着希瑟，大声喊道：“你毁了我的生活，快点趴在地上！”希瑟的同事们见状，赶紧躲到了安全的地方，而希瑟在枪口的威胁下，只能听从陌生人的命令。然而希瑟刚刚趴在地上，这名陌生人就朝着他的头部开了2枪，接着立即跳上一辆皮卡车，迅速逃离了现场。希瑟的同事们都目睹了这一切，他们纷纷向警局报告了这一情况。Somebody's been shot? Yeah, right Are you outside. with them? Or are you with the person? Yeah, she's on the ground right now. They just ran around. Somebody yelled at her, "You ruined my life," in a mask, and just shot her and ran. She's on the ground. Is it male or female? Yeah, at the ground. 接到报警后，警方迅速赶到现场。正如报警人描述的那样，希瑟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他的头部有2处致命枪伤，随身物品散落在了尸体旁边。警方在枪击现场找到了大量相关证据，包括一双凶手遗留的黑色鞋子、2枚.40口径的手枪弹壳，以及凶手驾车逃跑时留下的轮胎痕迹。希瑟的同事们告诉警方，尽管行凶者穿戴得很严实，没有暴露面部特征，但通过他说话的声音和跑步姿势，可以确定这是一位女性。还有一位同事表示，凶手在准备上车逃跑时，不小心露出了一缕深色头发。驾驶的汽车是一辆黑色福特皮卡车，车辆的后尾灯可能坏了，只有一个是亮的。尽管同事们无法100%确定凶手的身份，但他们一致认为那人可能是希瑟的情敌肖娜。得到这个线索后，警方立即通过无线电向同事通报了这一情况。Victim Heather Garris, suspect Shauna Nelson. I need you to start heading to the Nelson residence. 当时肖娜的丈夫尼尔森正好在警局工作，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他立即带上搭档坐进警车，准备回家质问肖娜。在距离目的地大约7英里的地方，他们遇到了正驾驶皮卡车准备回家的肖娜。尼尔森截停了肖娜的汽车，然后大声质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He slapped down on the top of the truck and he said, "Get out of the truck. Get out of the truck. Get out of the truck."
He said it like 3 times. I rolled down the passenger window because that was the side that he was coming over to. And it was a bench seat, so I slid over, rolled down the window, and I said, "What?" 根据肖娜事后的说法，她当时并不知道发生了枪击事件，以为尼尔森生气是因为他把3个孩子留在家里，独自去了外面。当时尼尔森也没有过多解释，很快回家看望了孩子，直到尼尔森的搭档凯尔告诉他，附近刚刚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那时他才得知了这件事情。大约几分钟后，警方的后援部门赶到现场，他们拖走了肖娜驾驶的皮卡车，将肖娜带回警局进行了询问。Well, let's start backwards. What happened that caused Kim to stop you guys? Or to stop you? 这位说话轻声细语的警探名叫格雷格，他和肖娜已经认识10几年，彼此之间非常了解。他知道肖娜与希瑟存在矛盾，而且肖娜驾驶的皮卡车也与目击者描述的凶手座驾一致。更重要的是，肖娜在被带到警局的时候脚上没有穿鞋子，这些迹象足以证明肖娜与本案有关。不过作为一名合格的警探，格雷格还是照流程询问了肖娜在案发期间的去向。肖娜表示，早些时候她感到身体有些不舒服，于是就想泡个澡缓解一下。由于她习惯在泡澡时喝红酒，而当时他们家的红酒已经喝完了，所以她打算先去超市购买红酒，然后再回家泡澡。然而当她准备出门时，发生了一件尴尬的事情，因为她吃了减肥药导致拉肚子，不小心弄脏了裤子和鞋子。为了不把家里再弄脏，她没有回房间换衣服，而是在车库的脏衣篮里随便换了一身脏衣服。由于车库没有鞋子，所以她没有穿鞋，然后赤脚开着皮卡车去了附近的超市。然而当她到达超市后，又发生了意外状况，她的钱包还在换下来的衣服里。由于当时她身上没有现金，所以只能回家拿钱包。当她走到半路时，遇到了丈夫尼尔森，接着她就被莫名其妙地拦了下来。当时她并不知道发生了枪击事件，也对本案的情况并不了解。肖娜的说法虽然解释了她当时的现状，但这并没有让警方信服。随后他们采集了肖娜的 DNA， 收集了她当时穿着的衣服，然后又对她驾驶的皮卡车进行了检查。警方在皮卡车上找到了一件黑色长袍和一些.40口径的手枪子弹。经确认，这件黑色长袍与目击者描述的凶手装扮一致，而手枪子弹也与案发现场找到的弹壳口径相同。最为重要的是，技术人员在肖娜的衣服上检测出了子弹火药，而案发现场找到的那双黑色鞋子上也检测出了肖娜的 DNA。 面对这些证据，肖娜仍然不愿承认犯罪，她对警方提出的所有问题逐一做出了合理解释。肖娜告诉警方，她的丈夫尼尔森是一名警察，那辆皮卡车也是她丈夫的座驾，所以在车上找到子弹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还有她穿着的衣服来自夫妇2人共同存放脏衣服的篮子，上面可能沾上了尼尔森衣服上残留的子弹火药，因为尼尔森经常外出打猎，他的衣服上自然会有子弹火药。另外那件黑色长袍实际上是他在过万圣节时购买的服装道具，由于事后一直没有使用，就被放在了汽车上。至于案发现场的那双黑色鞋子，肖娜则解释说，她平时穿巴马的女士鞋，而那双鞋明显是大号的男士鞋，所以鞋子不可能是她的，肯定是有人在陷害她。肖娜的家人也坚信她是无辜的，因为他们认为警方的证据不合理。目击者在报警时曾说过，凶手驾驶的皮卡车有一个后尾灯坏了，但肖娜所驾驶的皮卡车后尾灯都是好的。从案发到肖娜被抓，仅仅间隔了10几分钟，肖娜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车灯修好。还有目击者表示，凶手在逃跑时不小心露出了一缕深色头发，而肖娜是一头金色头发，明显与目击者描述的不一致。最为关键的还是那双黑色鞋子，它在被发现时非常干净，看起来就是一双全新的鞋。而当时的季节是冬季，街道上到处都是半融化的积雪，如果肖娜穿过这双鞋子逃跑，鞋子不可能像现在一样一尘不染。警方了解到了这些问题，但他们也有自己的解释。警方认为车灯不亮可能是被东西遮挡住了，至于凶手的头发颜色，可能是街道的灯光有些黑暗，导致目击者产生了错觉。目前所有证据表明肖娜就是凶手，但鉴于还存在一些无法解释的问题，警方只能继续调查。
接下来，他们搜查了肖娜的住所，检查了她回家时的线路，但一直没有找到作案凶器。于是，警方把注意力转向了肖娜的好朋友，也是她的同事米歇尔。肖娜和米歇尔同为警局的调度员，两人关系非常密切。警方想从米歇尔那里了解一些线索。Did she confide in you that she was planning to do this? No. She called you for help in helping her stay out of trouble after doing this? She's never been violent. She's never been to a point where, she's screaming or anything like that. I mean, she's never alluded to the fact that she would hurt anybody. 最初，米歇尔一直在替好友肖娜说话，坚持她与本案无关。但随着问话次数的增多，米歇尔改变了他的说法。I can't live with this anymore, and I did not do this, and the person that did this needs to be held responsible. So what did she say? She said, I have to do it. I'm miserable. I can't live with this anymore. 根据米歇尔最新的陈述，自从格纳西奥离开肖娜以后，肖娜就对希瑟产生了恨意。他认为希瑟阻碍了自己的幸福，所以必须要解决掉他。在准备作案之前，肖娜和米歇尔商量了作案计划。米歇尔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给肖娜提供了一些建议，例如要遮挡自己的体貌特征，不能在现场留下任何痕迹，最好还要找个替死鬼来转移警方的注意力。肖娜经过考虑后，决定让她的丈夫尼尔森充当替死鬼角色。这样一来，如果计划成功，她和格纳西奥就都成了单身人士，日后两人在一起约会也将变得更加方便。至于肖娜准备如何陷害尼尔森，米歇尔表示并不知情。第一次计划作案是在1月22日，也就是案发的前一天。那晚下班后，肖娜让米歇尔帮忙照看了她的孩子，然后就开车去了希瑟上班的地方。不过这次作案没能成功，当肖娜赶到时，希瑟已经下班。事后肖娜曾经说过，她还会再找机会，然后1天后，她就犯下了这起枪击事件。米歇尔的证词让警方完善了证据，同时也让他成为了谋杀案的帮凶。考虑到米歇尔的认罪态度良好，而且也愿意配合出庭作证，因此警方与米歇尔达成了认罪协议，将来在审判时会酌情对他从轻处罚。2008年2月21日，案发1年后，本案进入了审判阶段。检方出示了所有证据，证明肖娜与这起谋杀案有关。而肖娜的朋友米歇尔也在法庭上讲述了他与肖娜密谋的整个经过。尽管有很多不利的证据，但辩方也没有坐以待毙，他们逐一反驳了检方的指控，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汽车尾灯和鞋子之类的不合理证据。此外，肖娜还在法庭上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指控朋友米歇尔才是真正的凶手，而且也有证据表明米歇尔陷害了他。实际上，肖娜和米歇尔不仅是好朋友，他们还有过一段长达10几年的秘密恋情。根据肖娜所说，她在1个月前向米歇尔提出了分手，米歇尔心有不甘，曾威胁过会让她付出代价。肖娜利用检方的证据证明了自己的陈述，也就是目击者所说，凶手在逃跑时不小心露出了一缕深色头发，而米歇尔的头发刚好是较深的颜色，与目击者的描述一致。结合各方面的报道，基本可以证实两人确实有过一段恋情，但至于肖娜所说是否真实，就不得而知了。本案的审判持续了数周时间，最终陪审团做出了有罪的裁决。肖娜因1级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同犯米歇尔因达成了认罪协议，被判处9年监禁和3年强制假释，这意味着他只需要服刑3年时间。目前米歇尔已经被释放出狱，而肖娜仍然在监狱服刑。尼尔森和格纳西奥都在事后辞去了警局工作，目前两人均搬到了其他城市，具体的去向不明。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